哇，亲爱的，你家好漂亮呀！老公，你带别的女人回家啦？什么别的女人？这可是我的新女友，纯纯。姐姐好，我叫纯纯。哟，纯纯妹妹来了，来，到这边坐啊！想吃什么给姐姐说，姐姐给你拿。妈，泽珍回来了，儿子回来啦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儿媳妇回家了，我当然要来了。我多久没有尝过我儿媳妇的手艺了？是啊。你怎么把妈弄来了？怎么不欢迎呀？一起吃顿饭都不行吗？这也是我妈。你别忘了，这都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也有我的一半，包括你碗里的饭。那又怎么样？要喂饭给你吃。好啊，儿子啊，给媳妇喂饭也不丢人。我今天特意买了鱼，这水煮鱼啊，就洛洛做的，我最喜欢吃。哎呦妈，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？我还会做。你会做水煮鱼吗？我不会没关系，水煮鱼可简单了，我2分钟教会你。毕竟我以前是全职母亲。你进去，跟他一起做。这鱼呀，好不好吃无所谓，一定得好看。要在这头上加点香菜，那这样才好看。哇，姐姐你好会呀！等以后结婚啦，我也要给陆哥哥下厨。不用等以后，我现在就教你。老公，我记得你最爱吃鱼头了。哎，这做鱼头啊，好不好吃无所谓，一定要在上面呀多放点香菜，这样呢才好看。你说弱智，就你这样还想转行做演员，肯定2集都活不下去。这鱼我第一次做，我也做出来了，你还说我？是呀，我觉得这鱼做的挺好的，主要它够绿。哦，可乐，你看我，亲爱的，我不是这意思。许诺，你够了啊！怎么了？受不了了？受不了离婚呢？别吵了，给我看了，这鱼盐放多了。盐？你不觉得你闲得慌吗？你没事管别人家的事干嘛？阿姨，我你什么你呀？松开！亲爱的，你妈你说谁妈呢？这家我不打也罢。这本来也不是你家的。你能不能摆清你自己的位置？好，我走。陆泽正，你跟我说要谈恋爱的，你怕不是拿我当其他的工具人吧？你当我是猴还是女朋友啊？你觉得呢？我们里没有安全。这就对了嘛！来，吃饭。妈，你尝尝这个。你在我房间干嘛？哦，欢迎来到俺们出轨夫妇的直播间。今天是我们正式同居的第一天哟！哇，谢谢榜一大哥的火箭，我们爱你。谢谢王一大哥送的礼物，既然写咱们直播间，咱们就是家人，家人不分家人啊，好不好？男人们，你要哎，谢谢王一大哥送的小星星啊，我们现在真的很恩爱。对，老公，你说我们既然这么恩爱的话，你要不要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呀？哎呀，老婆，你真会啊！哎呀，看看你啊！你今天我要你说我明天我说我比赛。哎呦，投出去，但是我们亲人来，老婆。你干嘛？配合你直播同居秀恩爱。变态！太久没同居，都忘了怎么生活，别怕呀。洛洛，怎么回国了也不告诉我一声？要不是公司开在我们对门，我还不知道你回来呢。我当初走的时候你也没来送我，
这回来哪好意思让你退？当初晨晨单飞，你也不走了之，这公司一下损失了2个大网红，差点倒闭了，我哪里顾得上送你？有你这个合伙人在，公司不也活了吗？而且你现在变成一个千万大主播，一帧完美的估值可比1年前高多了。你真的和泽真哥同居了？对，看来他原谅你了，那为何不回丽珍上班，还要在隔壁开个同样的公司？当年的事情没搞清楚之前，我回去干嘛？再说了，那个公司有我的好闺蜜跟我老公在，就够了。当年要不是我先离开聚会，可能也不会出现那样的新闻。真对不起你啊，不过你们复合了也好。这婚我还是要离的，抱歉的话就免了吧。那离婚的话，还是别同居了，毕竟我们这个行业嘛，我担心对你影响不好。这就不劳您费心了吧？我倒不是担心你，我是怕以后我和泽真哥一起你尴尬。什么意思？你俩搞一起去了？对不起啊，洛洛，你走的这1年，我和泽真哥相互扶持。说真的，我是真的爱他。不要脸！作为闺蜜，你走了我才喜欢他，怎么这件事就对你这么刺眼？作为闺蜜，我俩还没离婚呢，你就趁虚而入，你就这么心安理得吗？滚！全部说出门，让我们在这边干嘛？让他推你！你没事吧？你脚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份合同还留着？我当然得留着了，这样我看到他就会想起我老公是个视财如命的守财奴。上来吧，我背你回家。才不要，可以走。你受伤了？哎！你一个人就住这么小的房子，还不如回家工作。真在，你还留着？喂，你没事干买这么大个东西干嘛？还不如你睡觉的时候老抱着我动都不敢动。你这么大方呢，让自己老婆抱着大白睡，那行，你以后出去睡，爱怎么弄？那可不行，以后呢，我抱你。有些人做错了事儿，真咱又没有，留着就留着吧。你恨我吗？我不恨你，我恨的大概是合不来也分不开吧。对不起。切，他怎么没有你这事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就脚扭了一下。你走开，他轮不到你来关心。不用我关心，从头到尾，你除了让他受伤，你还会什么？算了，我去。你让他滚！陆总，这是我家的房子，要滚你是？松开！你干嘛？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自己家。后来
有完没完？你现在跟我回家，我给的不是你发誓。凭什么啊？凭你没给我寄人篱下，凭你想要的我都有，凭你是我老婆。老公，你说以后我们不会破产吧？要是破产了的话，你就去当保姆，我就去送外卖。我才不要当保姆。那你想做什么？我想，哎呀，呸！你是绝对不会破产的，相信你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当然了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会义无反顾的相信你。小姑娘，眼光不错。那你呢？你会义无反顾的相信我吗？不许骗我！不骗。来着。徐乐，徐乐，明天去民政局离婚吧。好啊。离婚需要30天冷静期，希望你到时候别后悔，记得来领离婚证。你现在满意了吧？泽真，当年的事情算我对不起你，但是我没有出轨，我是被陷害。出不出轨现在有什么重要的？我就是觉得一个人为了离婚可以不顾过去所有的感情，也没什么值得好留恋的。你别用这种口吻跟我说话，我最讨厌你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了。都多大了，玩什么霸总游戏呢？笑话。霸总游戏我会约霍金会，花钱送你出国留学，玩养成系游戏，把你打造成现在这副咄咄逼人的嘴脸。我现在什么样子了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不是1年前的我了，不受你控制了，你怕了是吗？霍青作为我最好的朋友，都比你这个老公让我有安全感。好朋友，别回头我刚跟你领离婚证，你就跟霍青领结婚证。这句话应该我说才对吧？比我们刚拿了离婚证，你就和沈若曦结了。我跟若曦是纯友谊，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得跟你一样龌龊。纯友谊，我跟霍青才算是纯友谊，你们算什么呀？算是我的闺蜜亲自骗了我。你不去当编剧真是可惜了呀。行，我容死人，到时候我肯定给你放晴天。陆泽真，泽真哥，你领口歪了。你帮我整理一下。好好工作，明天周末我们喝酒庆祝一下。喝酒多没意思呀！我可是千杯不醉。怎么，怕喝不够啊？这都周末了，应该去我家做点爱做的事。这边电梯也到了。霍青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些事儿。喝酒多没意思。我可是千杯不醉。乐乐，我不想让我喝多了，我先走了。
哎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又要帮你演戏啊？别废话，我问你，当年的事情是不是沈若曦让你陷害？你在说什么呀，姐？怎么听不懂啊？别给我装傻！我装什么呀？你认识我这么多年，我陷害过谁呀？晨晨，现在是不是有几个富婆挺喜欢你的？如果他们知道你在外面跟你的兄弟说他们又老又丑又好骗，你猜他们会怎么想？这些语音可都在我手机里呢。啊，徐洛，你设计我？不然你以为我欠你干嘛？你以为当年的事情我就这么忘了？如果没有这些能让你跌入深渊的证据，你会跟我说出真相？所以说你欠我，不是为了帮我翻红是吗？就你还想红？就凭你的这些口碑和流量，我欠你这么久，你以为我在做慈善吗？你不说是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开直播曝光。哎，姐，哎呀，我说，1年前的局是若曦姐骗我的，1年前的局是若曦姐骗我的，那天是她换了你的酒，安排的那些媒体拍的那些东西也是她。那天我也喝多了，就先回去了。当时她是公司的合伙人，我信了她的话，就是想蹭点你的流量。不过那天除了拍照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。洛洛，要不你和晨晨结约，这样能证明你清。但是你们要相信我，徐洛是清白的。我当时知道做完事情他会怂恿你解约我，我打死也不会做的。真的姐，你儿子回来啦，许乐怎么又搬走了？闹什么病了？阿姨，今天特地来拜访您。露西这么客气干嘛？阿姨，那个泽真和许洛离婚后，我会和他订婚的。泽真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阿姨，我先把礼品放厨房去。露西不是你的合伙人吗？你不会和我们老一辈一样有家族联姻这一套吧？爸，你说人呢？是许洛先对不起我吧？他现在跟那个霍清打得火热，他既然那么喜欢他，那就离婚呗。我真的。阿姨，确实不能怪泽真哥，那个洛洛确实是太过分了。你看他回国之后不是一直在闹离婚吗？陆泽真，我们不能离婚。许洛，因为你是皇帝嘛，这没找李希改，一会儿离一会儿合。洛洛，作为姐妹，我真的觉得你这次太任性了，你应该成熟点了呀。许洛，姐妹，我没你这样的姐妹。洛洛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呀？你别装了，你步步为营，先是设计我出轨，然后又使我解约晨晨，逼我出国后又跟泽真玩这种东山再起的戏码。你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和他结婚吗？我不会让你得逞。我没有。1年前的局是若曦姐骗我的，那天是她换了你的酒，安排的那些媒体拍的那些东西也是她。当时她是公司的合伙人，我信了她的话，就是想蹭点你的流量。不过那天除了拍照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。我不管你跟晨晨是不是，他是你公司，这录音是真是假，谁能知道？泽真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？信不信重要吗？从始至终你珍惜过我吗？你把我当什么？当一个玩偶吗？你想离就离，想合就合，左右我的婚姻是你的兴趣爱好吗？凭什么？我没有，洛洛。当初就是因为你的出轨门和解约风波，公司损失惨重，是我从家里拿钱来救公司，自己又跑去直播，要不公司早就完了。还有，我比你早认识泽真，如果我喜欢他，你们还能结婚吗？明明是你跑出国，把烂摊丢给我，我一路陪伴泽真，才有今天订婚的事。我都没有怪你，你凭什么指责我？别把你的无耻说得这么清高。是你们离婚之后我们才订婚的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当过第三者，你凭什么怪我？好好的一个周末，搞得鸡飞狗跳的，饭都吃不下。若曦，哎呀，在这，哎呦，我心疼你。啊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我快不行。许洛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明抢了。啊，你没事吧？
我感觉我快不行了。妈，别闹。贼子，露露，我感觉我没有几年活头了。妈，我有个事情要交代，你俩跟我来吧。我们陆家人世代兴旺，全靠这个传家宝了，有点该传给你了，我给你拿好。放哪去了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你们等等，我去拿。妈，开门，别闹啊！赶紧让他俩生米煮成熟饭，不然那个姓沈的嫁进来，我可没饭吃。哎，妈，你快把门打开，别胡闹了。让开。找呗，反正有你的一套。那算了，还是再等等吧。滚回你那边！你干嘛呀？我还非礼你。谁知道你会不会装困对我做点什么？我24，哈哈，你喝。这酒量跟1年前一模一样，一点进步。喝完了，没酒了。陆泽镇，你欠我的已经够多的了，而且你没学过白酒呢。妈，开门吧，妈！你对着窗外大喊3遍：“我陆泽成是大傻子！”违反，好吧？虚呀！我陆泽镇是大傻子，傻到现在只要孩子。我许诺是大笨蛋，他都这么对我了，我这样还会想。我不是你的嘴巴，我才笨。宝宝，我想你了。老公，我也想你。你放手，我每天都在想。我比你想我更想你。咬我。咬我。哎，小鹿，什么时候起来的？来，坐。妈，许诺呢？许诺，老婆，走了，快来吃饭。那昨晚我吧。1年前的局是若曦姐骗我的。帮我调查一下王红侦查。小鹿，小鹿，我知道贼中让你受了不少委屈，我替贼中给你道歉。可贼中他就是嘴巴要强，这1年来，他身边那么多女网红，从来就没有见他正眼看过谁一眼。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妈，这些年您一直很照顾我，我很感激你。可是
我跟泽真真的没可能了。可是昨天晚上妈，那就是个错误。喂，乐乐，好消息，我把力争完美最大的年框客户谈下来了。父亲，其实广告跟代号业务断了，陆泽真这一次绝对没有机会翻身了。你的创意终于举办。父亲，这个计划取消吧。取消？乐乐，你眼前的事情我已经弄清楚了，全是沈若曦在搞的鬼。我跟陆泽真都在彼此的误会中度过了这一年。许诺，你难道忘了他当年是怎么对你的吗？我想通了，就算我真的复仇了，拿到钱了，又能怎么样？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。这个复仇计划从刚开始或许就是错的，我不想再让这个错误继续下去。我们不管是谁，都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，不是吗？陆总，你想干嘛？陆总，放了我！黄晨晨，当年的事情我不是没查，我只是给你个机会，让你自己说。说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呀，陆总。你如果不想我动真格的，最好说实话。当初你跟许洛是不是有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真的没有发生过什么。我对天发誓，如果我碰过许洛姐，我生不出孩子。你本来就生不出。我听录音说是沈若曦指使你的，连警方都找不出证据，你凭什么诬陷沈若曦？说，你说是不是你找的？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找记者呀？你说这里没人没监控的，你要是在这儿喝着碰着，把人给搞跑了，你的那些富婆粉丝还会喜欢？你不是变态吗？这么喜欢折磨人？拿出沈若曦指使你的证据，我就放了。我真没有证据啊！你打死我也没有啊！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问他，说陆总你半路回来的话，岂不是会杀了我？他说你不会回来，更不会接到任何求救电话，因为你出差的时候拐去纽约去见你们的高中同学叫许胖。说那天晚上你就在飞机上。我们不知道你去纽约，都以为你出差去拍摄。这个行踪只有你们的同学才知道。这事我跟许洛没说，还想给他个惊喜。你真的跟许洛没有一团？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再说了，我对洛姐那样的没兴趣。哎，陆总，你放开我呀，陆总！许洛，1年前的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，当年是我误会了你。无所谓了，反正等离婚冷静期过了之后，我们也就没关系了。至于当年的事情是谁的错，没那么重要。既然合不来，还是分开比较好，对吧？好，我先走。陆台长，陆台请。滚！好嘞。感谢梨花带雨宝宝送的小爱心，谢谢。火箭，感谢陆泽真。服务员点。我的天呐，无糖去冰。陆泽真，你是狗吗？走到哪儿跟到哪儿。哎，许乐，我就是狗。
嘿，老板，结账。一起159。好，行。陆子真，你是鬼吗你？阴魂不散了！哎，洛洛，听我说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，但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？你现在消失在我面前，就是对我最好的弥补。哎，你放开！有好尊重你。你怀孕了！你怀孕了？是你的吗？太好了，我要当爸爸了，我以后一定是个好爸爸。你别自作多情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现在还在生我的气，所以故意骗我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是爱我的，所以孩子只能是我。你现在知道相信我了啊？为什么每一次你的直觉都会完美的错过正确答案？胡琴，你坐好。吃货了！你把许洛弄出国，就是为了让她怀孕吗？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最后再问你，孩子到底是我的还是他的？胡琴，不是你。你们俩给我等着，我会让你们后悔。洛洛，你真的不告诉他？陆总，我们最近已经在暗中让狗仔挖绿帽传媒主播的黑料了，关于他们的直播数据和运营成本都有了。接下来，陆泽真，我没想到你这么卑鄙。网上那些恶意抹黑的热搜是你弄的吧？啊，咱俩好歹算是同行，你这伤敌一千自损800有意思吗？没错。许洛，霍青有什么好的？不还是被我轻轻松松就打倒了？你应该心里想清楚，什么样的男人才是你该选择的。真是公报私仇。没错，但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这是你给我们公司博主的转账记录。你说，如果我把它弄到网上，说你恶意竞争，对前妻赶尽杀绝，你猜你的人设还保得住吗？还有公司愿意跟你合作吗？那你就去闹！反正咱俩离婚已经签了，你现在搞我，财产也有你。你们两个怎么吵起来了？大家毕竟是同行，曾经也是一家人，有些事儿啊，别做那么绝，多冷静。你这话说的好。现在想想是，你们当初搞我的时候怎么弄得那么绝呢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真是一球绝，连做事风格都这么像。陆泽真，再警告你，再敢这么做，你试试。泽真哥，跟他生气不值得，别理他了。知不知道，我比你心里清楚。如果你以后还想当我合伙人的话，他的事情你少管。我最近选择了一个新的办公室，我们搬家吧。成天在他对门，看着都烦。只要你不经我同意就搬公司了。你怎么了？你弄疼我了。是不是许洛和你说什么了？你千万别中了他的计谋。别装，你敢说1年前的事情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是我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。你怎么现在才知道呀？知道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很感动？沈若曦，你疯了！沈若曦，你疯了！我疯了，我爱你爱疯了，陆泽真。我从高中开始我就喜欢和你考同一个大学，我陪你创业，我甚至拿家里的资金和资源来一次一次救公司。可是你呢，爱上了我的闺蜜。泽真哥，你想考哪个大学啊？你学习成绩这么好。这我还没想呢。哎，许洛，你是怎么考哪个大学？我曾经也想真心的祝福你。那我们用最真挚的祝福，祝陆泽真，永浴。我们也一起走过婚姻殿堂，可是我是伴娘。
若雪，听我说，我一直把你当家人，这和爱情不同。你看不见我的爱吗？我到底哪里比不过许诺？他能帮你工作吗？他家里有我殷实吗？他能给的我什么不能给你啊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是新娘，我是伴娘？凭什么我不能嫁给你啊？陆泽珍，就因为你的自私啊，你就要毁了许诺，毁了我，毁了我们3个的友谊和这个公司吧！不是我，是你们，是你。如果你当初选择我的话，我们3个是可以很幸福的。没事的，泽珍，你不是要和我订婚吗？这样我们3个就可以回到原本的位置了。我爱的你真是。来不及了，你最近只忙着追许洛，从来不问公司。你知道公司发生了什么吗？如果你不和我结婚，你仅有的股份也会被我家吞噬，还有你将会承受巨额的赔偿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可以永远记住我，我愿意。少雪，这不是爱。来吃面，孕妇可不能饿着。谢谢。洛洛，嗯，我觉得那个陆泽珍根本不值得你，更不值得你为他生孩子。趁现在孩子还小，我认识一个妇科主任。你别说这些了，这个孩子我一定要把他生下来的。洛洛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。但是孩子以后还可以再要。国庆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，你别跟我说这些了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我吃面。没事，你拿去看看，我这本还没看完呢。你拿去吧。要不这样，你告诉我你是哪个班的，下个星期我去找你要。能源动力2。能源动力2。好，师哥再见。慧晶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未婚夫陆泽珍，这是我学长何晶。你好。好了，快吃吧。都点什么好吃的？谢谢。想吃什么呀？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。出国深造吧，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，不应该为我无能的男人浪费生可是我没钱。命。我帮你，让你蜕变成。到底要怎样才能明白，我才是真正爱你的人？洛洛，你听我说，我是为了之前的事情来道歉，对不起。道歉的话就不必了，请陆总以后管好你的那东西。回吧。等一下，上次的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，但是你还记得这个吗？什么？谢谢啊。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？我以后一定会陪你完成这些愿望的。我还真是。洛洛，我知道我做了很多你无法原谅的事儿，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和你一起完成这份愿望清单。
就当是最后的纪念了，好吗？好，但这件事情做完之后，我们两个就互不相欠了。Hello， 同学。陆泽真，你这都快30的人了，你穿成这样，丢不丢人？欲望清单第一项，穿情侣装，体验校园生活。我就陪你过完这一天，过完我们就结束。同学，我是大二商学院的鲁泽真，我看你啊长得很像我未来女朋友，手机号码呢存你手机里了，记得打给我。你还记得？什么似曾相识的感觉？你怕不是对我一见钟情了吧？你是戏精嘛？同学，你这裤子太短了，我作为你未来的男朋友啊，不允许。我是裙子，你才穿的是裤子。来，一起。严肃，安静。好头鱼。喂，找你呢。来。无聊。你往前去啊！这不再往前吗？扫腿啊！扫腿。哪个？这个？不是，等一下你别动我了！看，给你来个连招。对，来，我，再来一招。好久没见你这么开心了。那是，我宝刀未老。再来一把。来，愿望清单最后一项。愿望清单都完成了，我们以后不再相见了。好。记得以前我们还计划过去澳洲看日出呢，可惜现在都完成不了。完成得了，你以后想做什么，我都可以陪你一起去。我们回不去了。回得去，我会一直等你的。陆总说这话，你的未婚妻不会生气吗？洛洛，订婚的事情，我其实就是在跟你赌气。我怎么可能跟沈若曦订婚呢？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。我们还会和从前一样。陆泽真，为什么1年前在我身边的不是你？为什么1年前你就不能信我有回？你快接吧。沈若曦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泽真哥，1周之后我们要举行订婚婚礼，婚礼上你还要全网直播宣布和许诺离婚的事实。婚礼取消吧，我不可能跟你订婚。啊，取消呀？那恐怕是不行了呢。现在呀，我们结婚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。你要是悔婚，公司那边现在谈的几个项目都没有了，还有我爸那边的资金呢，你也拿不到了。如果你想让公司倒闭，你和你的家人受牵连的话，可以不订婚。你要想清楚。愿望清单也完成了，我们就这样吧。从此你自由了，陆泽真，回去好好订婚吧。是啊，我这种泼妇无理取闹惯了，离婚呢，你有完没完？凭什么啊？你是我老婆。徐洛，从始至终，我只爱你一个，这是事实，不是一张只能轻易定义的。我知道现在的情况很复杂，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未来。你等我。
沈若曦，你又要干嘛？以后我早晚要住进来，就先搬点东西过来了。要点脸吗？我是不可能给你顶工。现在拿着你的东西给我走。泽真哥，你真的要让你的公司毁于一旦吗？请帖我都已经发出去了，现在悔婚，到时候公司股票跌了，你可别怪我的。好，我答应你悔。东西今天就先放这儿吧，我们走。谁啊？哟，终于回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怎么不欢迎我啊？你不是和泽真哥离婚了吗？我当然要趁热打铁来告诉我曾经最好的姐妹我结婚的喜讯呢。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哦。一个是我前夫，一个是我闺蜜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小三上位时。是小三儿，凭什么从小到大你就能得到你想得到的呢？我就不行，我这么努力，我就是要好。那我劝你，你最好看紧你的未婚夫，可不要哪天被绿了还不知道。你还有事吗？没事请吧。徐洛，你装什么装呀？总是这种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啊，睡在泽真哥旁边的一定是我，早晚是我的人。那你要我怎么样？你让我现在放鞭炮庆祝我闺蜜睡了我老公吗？啊！再说了，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。是吗？那我祝你笑到最后。罗罗，你不能喝酒，走，你回家。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。我亲，你来了。是不是陆泽真？去找他算账。你说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不好？罗罗，你很好。我给你算算啊，以前我守不好我的家庭，遭人陷害，现在我还是不能和我爱的人在一起，连孩子都不能给他一个家。家人们，今天我和泽真哥来选婚纱了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要订婚了，就在这周五，大家一定要来直播间看哦。徐洛姐姐，你一定在看我和泽真哥的直播吧？其实呢，我最想得到你的祝福了，所以我们两个结婚，你一定要来哦。想得到我的祝福是吧？沈若曦，忍着吧。陆泽真，你疯了吧你啊！我看是你疯了吧？爱许诺就算了，你怎么能让他怀着孕去喝酒？那是你的孩子。从来就没忘过，他从始至终爱的就只有你，只有你啊！我就说是我的孩子，我要当爸爸了。你这臭小子还知道回来？谁让你答应跟沈若曦那个狐狸精结婚的呀？你这怎么了？打架了？哎，这没事儿，妈，许洛她怀孕了。什么？我有孙子了？真想好了，有了孩子就再也不会分开了。多亏我那天把你们锁起来。儿子啊，你千万不能跟沈家那个狐狸精结婚。妈知道你身不由己，不过你放心，就算公司没了，妈还是有些储蓄的。妈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去沈若曦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妈，我有一个计划，这次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给许洛一个完美的交代。
感谢大家来到沈若曦小姐和陆泽珍先生的订婚典礼。今天，他们将在这里缔结一生的契约，此后他们将相守一生。接下来，有请陆……等一下。我的祝福都还没送到呢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今天是我最好的闺蜜跟我前夫结婚的日子，我特来祝福我的好闺蜜沈若曦，你终于抢到我曾经的男人了，你高兴吗？我高兴的都等不及了呢。接下来到了交换订婚戒指的环节，有请陆泽珍先生为沈若曦女士戴订婚戒指。我不戴。泽珍哥哥，你怎么这样对我呢？你不是说要对我负责的吗？陆泽珍，你别忘了你的公司。沈若曦，你休想在我公司威胁我！沈若曦，你休想在我公司威胁我！沈若曦小姐买通了小白脸晨晨，与我的妻子许诺签订合约，后又设计陷害我的妻子许诺，拍摄与晨晨的错位亲密照，诽谤我的妻子许诺出轨，之后便假意留在我身边资助。为的就是夺取我手中的股权，利用家族的势力威胁我与他成婚。泽珍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？沈若曦，你还想狡辩吗？泽珍哥，我哪里做的不对，得罪你了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会改的。可是你不能冤枉好人啊！沈若曦，你不去当演员真的是可惜了。我没有证据的话，敢这么说吗？晨晨，你跟我合作做剧许诺出轨，好处我一分不要，都可以给你。没问题的，若曦姐，拍艳照什么的，我最在行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忘了告诉你，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已经直播出去了。我劝你最好别生气。许乐小姐，愿意再次成为我的妻子吗？我陆泽珍自始至终爱的人和想娶的人都只有你一个。1年前就是因为我的不坚定导致我们分开，现在我再也不愿意放开你的手。你愿意再嫁给我一次吗？不愿意。老婆，老婆，醒了。怎么啦？我刚刚起来没看你，我以为你又离开我。傻瓜。老婆，嗯？以前的事情都怪我，我不愿意相信你，在你1年前最无助的时候，也没有陪在你身边。对不起。其实，从完成愿望清单的那一刻，我就不恨你了。我心里一直都有你，泽珍。我想跟你讲件事儿。我们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你怎么？我早就知道了，
老婆，谢谢你，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。我以后保证，不会让你和孩子受到任何委屈。无糖去冰的。谢谢。不行，这奶茶多不健康啊！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看我宝贝老婆上班辛苦了。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什么？咱妈特地给你煲的鸡汤，营养价值贼高，可比外边那些垃圾食品强不少。抱歉，乐乐以后有我照顾了，就不麻烦你了。霍青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就是领带老打不好，你帮我。乐乐，你干什么？霍青他不会打领带，我帮他打一下，你别介意啊。霍总竟然不会打领带，干脆找个生活助理。我老婆只能够我一个人打领带。陆总的建议我会考虑。哎，老婆，你不是说今天要去给咱们宝宝买早教课呢吗？我什么？走了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沈如曦，刚才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是。好啊，你不吃醋我就放心了。那以后霍青如果让我帮他打领带呢，我还是得继续帮他打。你敢？我就是吃醋了。那你准备怎么补偿我？你要我怎么补偿你？霍青，我真替你感到不值。那个许洛都要和别的男人复婚了，你居然成全他们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沈小姐找我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个。怎么？如果我是你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追回来。毕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我们都不希望他们在一起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帮你啊？沈如曦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我没事情。乐乐，怎么喝这么多？霍青，霍青，别喝，我自己带回去。不是你，哎呀，算，我送你回吧，快，小心点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去谈了个客户，谢你送我回家，不然我估计就感冒了。没事儿。你这怎么了？哦，我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我帮你看看吧。你看看。好像是电池的问题，正好我要回家，顺路跟你一起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打车回去就行了。都这么晚了，不安全。不是说了我们是好朋友吗？哥哥送妹妹回家，应该的。走，走了。走吧。喂，什么事儿？陆总，你快看手机。帮我查清楚这件事儿。还有，
不要让这几张照片传出去。到家了，谢谢。跟我安排些什么？等一下。好了吗？那你早点回家。不要小心。老公呀，做什么好吃的啦？不错嘛，陆总最近有进步啊。陆泽真，你发什么疯呢？你今天做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干什么了？陆泽真，你口口声声说相信我、爱我，到头来又因为几张照片怀疑我，你可不可笑？要是我亲眼看死，你为什么要让霍青送你回家？他还碰你？你是我老婆，你就不知道跟人保持距离吗？罢了，我们的缘分可能也就到这儿了。你连句解释都没有吗？这些照片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天在你们家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会帮你改变的。我现在脑子真的特别乱，为什么我跟他在一起就这么难？洛洛，我觉得既然你跟陆泽真没有缘分，那就不要再继续坚持了。别这样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父亲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，你不是这么想？好朋友？你觉得我一直都只是把你当好朋友吗？我送你出国留学，陪你度过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，那一年你也一点点都没有爱我。现在脑子真的特别乱，别跟我讲这些了。还有，就算我跟陆泽真一辈子都没可能，我跟你也只能是朋友。是啊，这辈子你也别想跟陆泽真在一起。